手里面握着深圳好几套房子，爸妈再给你准备60万的现金，送你去美国读书深造，哎，这个牌再怎么打，他都不可能输，对不对？可是今天咱们要说这位主角啊，他硬是凭自己一个人把一手王炸打得稀烂。以前那是开豪车住别墅，被爸妈捧在手心里的深圳大小姐，现在呢，沦落到美国端盘子洗碗，连房租都交不起了，成了最底层打工人。更绝是啥？为了拿到他那张梦寐以求的美国绿卡，他居然跑去美国当空降兵，还公开宣誓要把这个枪口对准自己的祖国，甚至在网上到处忽悠啊，骗咱们国内的年轻人去给美国人当炮灰啊！这已经不是脑子不好使了，这在根上烂透了。结果呢，14年一晃过去了，现在他在美国混不下去了，这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呀，就想跑回中国来。对不起哦，咱们国际法早就把大门给你焊死了。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扒一扒这个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底，看看这只白眼狼是怎么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绝路的。先从他那个让人眼红的出身说起啊。高天运，典型的投胎小能手。上世纪90年代末，深圳改革开放那波红利啊，他爸妈直接赚得盆满钵满。那家里面住着独栋大别墅啊，出门是豪车接送。作为独生女啊，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可是老话说得好，惯子如杀子呀。锦衣玉食没把她养成大家闺秀，反倒养出来一个眼高手低、骄横跋扈的小太妹。在学校里啊，她那个成绩烂得一塌糊涂，及格线对她来说啊，都像是珠穆朗玛峰，整天不想学习，就想着瞎折腾。奇装异服 cosplay 纹身整容垫鼻子样样都来啊！别人小姑娘都是养猫养狗的，她偏要养蛇养大蜥蜴，哎，就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眼看高中毕业了，国内连个大专都考不上，他爸妈一看没办法呀，拿钱砸吧，直接甩出60万把他送到美国，哎，指望着换个环境啊，让他收收心。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60万没有砸出一个精英，反倒砸出一个丢人丢的大洋彼岸的活宝。2012年啊，18岁的高天运啊，一踏上美国土地啊，闻到了所谓的香甜空气，整个人直接飘了。先是挂名在一个艺术学校混日子，后来呢又转进一所大学。哎，但是你觉得他会好好上课吗？根本不可能啊！他彻底放飞自我，那晚上天天泡夜店 ，VIP 卡刷不停，白天飙车买奢侈品。这60万吧，听起来是挺多的。但经他这么造，没几年就挥霍一空了，毕业证连个毛都没拿到。这段时间啊，他被西方那套洗脑洗得彻底，哎，满脑子都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觉得中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的，一门心思就要留在美国，把华人身份彻底甩掉。可是美国人也不傻呀，人家要是人才，你一个只会花钱连正经学历都没有的人，凭什么给你绿卡？这姐们啊，脑子转倒挺快的，想到第一条捷径，靠结婚拿绿卡。大概是2016年，他盯上一个比他大20多岁的美国机车大叔啊，认识没几天啊，哎，就急着倒贴啊，火速领证结婚了。那为了留后路呢，他把这个名字改成了高天才，想偷偷搞双重国籍。这场婚姻呢，连个像样的仪式都没有，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啊，哎，就是一场赤裸裸的利益交易。结果呢，第一步投机啊，就让他摔得很惨。结婚后他才发现啊，这个老头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富豪，就是个抠门到家还有家暴倾向的渣男。人家呢，只图他年轻，稍微不顺心啊，就对他动手。这高天运实在扛不住了呀，最后就咬牙离婚了，把老头踹了。这里呢，绿卡梦当场碎了，因为他这个身份靠婚姻挂靠，一离婚呢，在美国直接变成黑户了。2017到2018年啊，他没有合法工作，没有收入，全靠着厚脸皮蹭朋友接济。这按道理啊，被社会毒打成这个样子啊，哎，也该醒了，该想家，该回国了吧？他偏不，这种极端利己的人，哎，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错，那他就把所有的不顺全都怪在生他养他的祖国身上，觉得是中国没有给他机会。这个脑回路也是没谁了啊！成了黑户的高天运啊，像了输红眼的赌徒，开始不择手段了。哎，这个时候，美国一个叫 MAVNI 的紧缺人才募兵计划成了他的救命稻草啊！只要入伍服役满1年，就能走上绿色通道拿美国国籍，成功率还很高。那为了顺利进美军啊，这高天运啊就开始突破底线，
拿抹黑祖国当投名状。在这个美国课堂上，只要老师提到中国，他第一个跳出来乱咬，公开说我的祖国一无是处，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在中国生活呢，只有压抑和痛苦。为了讨好美国人啊，他主动跟着那些歧视中国的老外一起嘲讽自己的同胞，把自己没出息的锅全甩给祖国。在社交平台上，他更是彻底不要脸了，天天发帖跪舔美国，把这个美国吹成是天堂。报名参军的时候，他还主动给征兵官看自己的辱华言论，把敌视中国当成自己的入伍加分项，证明自己对美国忠心。大家听听，这是人干的事儿吗？吃着中国的饭，花着中国父母的钱，转头端美国的碗，还要砸中国的锅。就靠这种卖主求荣的操作，他竟然真混进了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入伍宣誓那天啊，他对着星条旗一脸谄媚地说出一句让所有国人气炸的话：如果有一天美国和我曾经的国家开战，我会毫不犹豫地开枪，我愿意终身效忠美国。汉奸这两个字啊，他自己看死在头上了。那进了美军呢，他以为进了天堂了，结果美军训练直接让他脱层皮。16公里的武装越野他拼了老命，2个小时58分钟才勉强及格。防毒面具训练在这个毒气室里咳得眼泪鼻涕直流。吃了这么多苦，总得炫耀一下吧。2019年的4月觉得自己站稳脚跟的高天运，在国内微博上发了一篇5000字的长文。我25岁，从小在深圳长大，现在是一名美国陆军空降兵。这篇文章把他的坏心思录的是明明白白。他把美军吹到天上，说福利多好，待遇多高，又恶毒造谣抹黑我们的征兵制度，用假数据说在中国当兵有多惨。他故意隐瞒美军扣重税，福利门槛极高的真相，把美军包装成稳赚不赔的好差事。最让人咬牙切齿的是他在文章的最后留联系方式，公然在国内社交平台替美军拉人招炮灰。他不仅会有普通年轻人，他还私下联系国内的科研人才，用绿卡当诱饵，怂恿他们叛国，为美国效力。自己当汉奸还不够，还要拉着同胞一起跳火坑，挖国家墙角这哪是崇洋媚外这分明就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文章一发出，全网炸锅，骂声一片。拿枪对着同胞，你就是现代大汉奸。相关部门的动作也快，这种毒瘤不能留，直接封了他国内所有的社交账号，断了他蛊惑人心的渠道。账号被封，高天运不但不反省，还美滋滋的以为熬完服役拿到国籍就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可是现实很快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在美军军营里，那些美国大兵根本只把他当个笑话，一个廉价外籍炮灰。作为外国人，他受尽了排挤、歧视、欺负。2019年考跳伞证，教官直接把他表格扔地上，直接骂他滚回你的国家去。连长也拿他的纹身处处刁难。为了绿卡呢，他只能是忍气吞声，打碎牙往肚子里咽。直到2022年他才靠各种手段勉强拿到美国国籍。2025年服完兵役的高天运正式退伍了，这个时候他快30岁了，青春没了，学历没有，技能没有，只有一身军营落下小毛病和一张没什么用的美国身份证。美国就业市场很现实谁会要一个没学历没技术的退役小兵？于是呢，当年出门豪车，随手花几十万的深圳富家千金，如今只能在美国街头油腻的中餐馆找一份端盘子洗碗的工作，一天干10几个小时拿最底层的工资，住这个又破又暗的廉租房，有时候交不起房租，还被房东骂，被赶出门。这个落差谁能不崩溃这个时候这个姐妹儿突然醒悟了，开始在网上卖惨了，改夸中国好，想回国发展，想回国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她大概是没有好好学过咱们的国籍法。根据第9条明确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自动丧失中国国籍，而且中国绝不承认双重国籍。从他对着美国国旗宣誓效忠，拿到美国国籍那一秒起，他就已经不是中国人了，是他自己亲手斩断自己的根儿。中国虽然包容但绝不收垃圾，更不惯着白眼狼。当年你嚣张喊着要对祖国开枪，如今你就在美国好好端你的盘子，洗你的碗，这就是背叛祖国的下场。最后呢，说两句心里话像高天运这样的人
其实在国内真的不少，以为抱上这个外国人大腿就能乌鸦变凤凰，他们享受国家发展的红利，转头呢就把国家卖得一干二净。可是他们忘了，一个连生养自己的祖国都能背叛的人，没有任何国家能真正看得起你啊！在美国人眼里，他不过是一块用完就丢的抹布，无论走多远，家国底线半步都不能碰。没有祖国，你在外面就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二等公民。高天运用14年鸡飞狗跳的人生，给所有崇洋媚外的人敲响了最响亮的警钟。那这个故事听完就2个字儿：解气。